贸易战自古就有。去年2018年持续时间最长、热度最高的新闻，恐怕就得数中美贸易战了。到了今年呢，恐怕这依然是个热点话题，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新消息出现。很多人看了这个新闻呢，都以为贸易战是个新事物，说以前咱们就知道海战、陆战、空战，没听说过还有贸易战。这贸易战是啥玩意儿？是不是就是对做进出口生意的人有影响啊？说我们家里也没有从事这方面工作的，那这事跟我关系不大吧？事实上啊，贸易战可不是个新鲜词儿，它自古就有，而且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今天老梁同时就给大伙说说古代的贸易战是怎么打的，咱们通过这些事儿了解一下贸易战对普通老百姓有哪些影响。古代的贸易战呢，首先咱得提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管仲。大家都知道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一代贤相。管仲就非常擅长运用贸易战来征服敌国。当时齐国的疆域呢，就是今天山东泰山以北的地区，泰山以南呢叫鲁国，所以咱现在一说齐鲁大地就指着山东。那么齐国旁边呢还有一个梁国，这鲁国和梁国就围绕在齐国的身边。那齐桓公想成就霸业，首先疆域得足够开阔，所以就打上了鲁国和梁国的主意，就是问管仲说怎么才能把鲁梁这两个国家拿下呢？管仲就出了这么个主意，并且马上就实施了。管仲说鲁国跟梁国这两个国家，百姓以织替为生。什么是替呢？就是有蚕丝和棉纱织成的一种布料。老百姓呢，很多呢人选择穿这种衣服，反正粗了吧唧的，你说它不好还凑合，你说它是绝对好布料还谈不上。所以就鲁梁两个国家呢，百姓以织替为生，就生产这种布料。这齐桓公就听了管仲的，管仲就告诉他说大王你带头穿这种用替的布料做成的衣服，你穿大臣就跟着穿，大臣穿老百姓就跟着穿，这就品牌效应吗？上有所好，下必奉之。而且关键这个布料呢，它没那么贵，它不是上等布料，老百姓也穿得起。你要皇上带头穿，得一帮人跟风。可是呢，这个替齐国不生产这东西，得从鲁国跟梁国两个国家进口。齐桓公就听了管仲的计策，就照这来了。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呢，齐国上下都穿上这种衣服了在皇上带动下，太紧俏了，搞得有钱你都买不到。这个时候呢，管仲呢派人找到鲁国跟梁国的这些搞边境贸易的商人，说我们的国王太喜欢你们这种面料，就喜欢它粗了吧唧的，还原生态呢。现在齐国境内都买不到了，这么着我们出大价钱，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多进点货？我们齐国人还多，要的多。这商人可高兴坏了，那没问题，赶紧回国大批量采购。结果就三番五次的持续了有半年多，这种采购，你看原来这个鲁国梁国两个国家织替的那些作坊还有什么人手不够了，就赶紧得雇工扩大规模。老百姓一看织替能挣钱呢，挣大钱呢，比种地强多了，地也不种了搞养殖的也不搞了，全都来从事这纺织业了。这时候鲁国梁国两个国家的国君高兴坏了，说咱也不用向老百姓征税了，齐国不有钱吗？咱就向他出口卖替带来的财政收入就够用了。于是呢，鲁梁两个国家的国君发布政令，大力发展纺织业，发动百姓都去织替去。就这么着呢，过了1年多点，就13、14个月左右吧。管仲呢悄悄派人到鲁梁两个国家打探消息，探子回来禀报说现在鲁国两个国家发展的可好了，有钱了，城市化这个提升了，马路上人也多了，走路时候搞得尘土飞扬，10步以内都见不着对方，看不清对方脸，交通是特别堵，你坐车的话车轮都得打仗，骑马的话必须得是列队而行，要不走不开道。管仲一听说这个知道了，他很高兴，就说明什么？这贸易战成功的第一步，他们都奔着使劲呢，也挣着钱了。钱的导向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织替能挣钱，那就没人种地，没人搞养殖业了。
管仲很高兴就禀告齐桓公说：“咱们现在可以拿下鲁梁两国了。”说怎么的呢？说你不是把人家经济给搞活了，人家有钱吗？这怎么还能拿下呢？管仲说：“大王你看，他们现在都没人种地了，这农业产量肯定跟不上。接下来有大问题，咱怎么办呢？从现在开始，你改穿布料的衣服，就丝布那布，你穿这衣服，而且规定咱们老百姓谁也不准再穿 T， 再穿用 T 做的布料做的衣服，给我斩首。然后呢，封闭关卡，跟鲁梁两个国家断绝外贸往来。”齐桓公照他主意一一照做了。你想，国王不穿这种衣服，大臣百姓也不敢穿了。这样又过了10个月之后呢，管仲派人到鲁国梁国打探消息，探子回来说现在可完了，鲁国梁国百姓老惨了，闹饥荒了。原来大伙都去织 T 去，谁也不种地，现在没饭吃了。结果那粮食呢，比咱们国家得贵好几十倍，而且这个挣的钱，原来挣的织 T 的钱，现在都不够买米的。咱们不买他的布了，他收不上来税。现在他的国王呢又命令老百姓不要织地，赶紧种地。可是种地你说种就种的，那3-5天粮食就能出来呀，1个月半个月他也长不出来，所以老百姓痛苦不堪。管仲一听说好，这回行了。结果都没用打仗，2年之后呢，鲁国梁国的百姓挨饿呀，逃荒啊，所以有大概6%左右都投奔了齐国。3年以后，鲁梁两国家国君也扛不住了，也归顺了齐国。所以你看，管仲特别善于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击敌国经济，取得不战而屈之兵的效果。你看后世记录他事迹的《管子》这本书里边呢，有个轻重篇，总共有19篇文章，都是来记述他如何靠掌控经济来控制他国的。但是咱这么说，你听着贸易战这招好使，也不能轻易用。所谓杀敌1万，自损3000，有的时候打不好，错误估计形势，还可能像咱们外交部常说那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个宋太祖赵光义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期间呢，就位于这个西北边陲，就是现在的陕北地区，甘肃、宁夏、青海那一带，有个首领呢叫李继迁，率领的人叫党项部落，一直是当时宋太宗赵光义的心头大患。表面上的党项人归顺宋朝，但实际上呢，依然维持藩镇割据的局面，经常还抢夺邻近州县的一些财物，背叛大宋。这就让宋太宗赵光义非常愤怒，说怎么制约他呢？党项人所在的地区盛产青盐，味道好还便宜。咱们看现在就青海地区的盐产量在全国也居首，而宋朝境内出产的盐基本都山西运城的盐，味道发苦，价格还高。所以党项人的青盐特别受欢迎，这也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呢，宋太宗就接受大臣建议，严禁青盐，切断它经济来源，并且严令禁止如果有敢私自贩运青盐者都是死罪。结果呢，这贸易战没整好，出现了很强的负面效应。首先是呢，临近的地区呢，这个就边疆地区的老百姓没有盐吃，人不吃盐哪受得了，导致好多的地方老百姓背叛宋朝，投降党项人。而他的党项首领李继迁也趁这股乱劲儿，时不时在边境骚扰一下，老百姓没盐吃哪有劲儿？结果没几个月，这禁令挺不下去了，大宋只能把这禁令解除。一晃呢，到了宋仁宗时期，这时候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干脆独立了，成立西夏国。这宋仁宗不能忍呐，在那派兵征讨呢，结果连续3年打了3次大仗，屡战屡败，而这3次败仗是非常磕碜，打得太丢人。头1年呢，李元昊为了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呢，率领西夏军进攻宋朝，打到哪儿了？都打到今天延安北边的安塞地区了。然后呢，给城里的知州范雍写封信，说我打大宋我后悔了，我这边也扛不住了，我愿意跟大宋和谈。这范雍接到信呢，傻了吧唧的就信以为真，也不调查一下，快马加鞭就拿这个当功劳似的报给朝廷，说西夏跟咱求和了，城里防御也不像以往那么严了。结果第2天一早，守城的士兵换班的时候，李元昊趁机率军进攻，几乎就是兵不血刃吧。这么第1仗就把大宋打个稀里哗啦。第2仗呢是第2年，宋仁宗重整旗鼓，准备打场硬仗，出动了10300人的军队，从朝廷里呢派来忠心耿耿的大臣范仲淹，
范仲淹选了自己信得过的一个将领叫韩琦，两个人就带着10300人呢，浩浩荡荡赶到陕北，准备开打。可是这俩人呢都是文官，对于带兵打仗啊都属于2把刀。结果跟西夏军队作战不是人个，全军覆没。到第3年呢，宋仁宗还不死心，又派了9000多人。结果这些当兵的一听说跟西夏打仗都害怕了，士气极其低落。结果这9000多人也是全军覆没。所以武力上无法形成对抗呢，就有人向宋仁宗出主意，说咱们再把这谨言的贸易战再打起来。就这一次呢，为了吸取宋太宗的时候谨言失误的教训呢，朝廷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的食盐，先从实西北，别到时候出现盐荒。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呢，果然奏效了。西夏国的百姓全民皆兵，平时候该种地种地，该放牧放牧，到战争的时候拿起武器就得上战场，而且武器马匹还得各个部落族长啊自个儿备，所以他们并不爱打仗。这次禁言之后呢，各部落的族长啊怨言很深，说李元昊，你说你打仗干啥？不就为抢钱抢地盘吗？现在可倒好，你打仗抢这点东西，还不如咱过去卖青盐挣得多呢。而且打仗成本高，还有伤亡，不行咱和谈吧。李元昊一开始打仗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你大宋承认我西夏国，所以他觉得这目的也达到了，愿意和谈。但是呢，我把你大宋3战打成这样，你得给我点好处吧。所以和谈它前提就是要开放盐禁，不能禁盐，你得让我们的盐自由的卖到你大宋各个市场去，其他什么钱呐、布匹啊、粮食，这赔偿你还得给我。这个消息传到了大宋朝廷里啊，大臣对这个事儿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同意说只要不打仗就行啊，咱们和平发展；有的坚决不同意放开禁盐。当时的包公就包拯，就是这个放开禁盐的坚决反对者。他说元昊数州之地采用所出，皆来自于青盐。就说你李元昊他所辖的这个西夏地盘财政费用基本都来自于卖这个青盐。说现在呢，如果你让人的青盐自由进入大宋的市场，那今后恐怕呀咱们就前功尽弃了。一旦放开这口子，等于拿咱们钱资助敌国呢，这不行。最终的宋仁宗呢采取个折中的办法，就是你要钱要布匹要粮食我都给你，但是呢这盐我不能放开。每年呢我可以从你那买一定数量的盐，但是只是官买，不能允许你盐呢进入到大宋领地自由去买卖。所以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是大宋呢跟西夏获得了短暂的和平，另一方面呢也遏制了这西夏的盐大量的进入到大宋的腹地。如果他真要进来随便买卖，那恐怕这个口子开了之后啊，你再想收拾西夏就很难了。所以说这时候吧，贸易战谈判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双方都很有着智慧，都知道自己的命门在哪儿，也都知道对方顾忌的是什么。那要说到贸易战呢，这里边门道太多了。你看我再说几个例子。宋真宗的时候呢，跟辽国呀就这契丹有时候是敌人，有时候是朋友。那么在两方边境的这雄州这一块呢，设立一些固定的交易场所。这个时候这个交易场所啊比较抢手的一些是珠宝钻石首饰这些东西，因为大宋这方面设计的很精美，文化艺术水准很高，辽国那些个美女啊、有权力的富婆啊、有钱的都喜欢买。但这个呢是当时宋辽之间明令禁止交易的商品。结果当时主持雄州交易市场的官员叫李允，他发现之后啊，就上书给皇帝说咱们别禁止这个，放开，还得拿大量的珠宝钻石到这儿来卖。为啥呢？他说你想珠宝钻石渴了不当水喝，饿了不当馒头吃，咱们等于用咱没用的东西去交换他们有用的东西。珠宝首饰都是奢侈品，价钱高，又没什么实用价值，卖了就卖了，正好把对方的财富把对方的钱给拢过来。所以你看这招很管用。后来明朝万历年间呢，蒙古人咱说瓦剌鞑靼嘛，就瓦剌这个部落向明朝臣服，双方开放贸易。但首辅大臣张居正啊，对贸易清单当中的铁锅他给予了特别限制，说我们要是卖给蒙古部落这铁锅，第一个只卖广东的铁锅给他，
第二个，你瓦剌要买锅的时候，必须以旧换新。你想买一口新锅，拿你以前用剩下那个掉齿儿的废锅，你来跟我换。有人说为啥现在以旧换新就为了省点钱？再一个也把旧货处理。但张居正可不是要废物利用，他是防止瓦剌部大量的采购铁锅，回去之后呢，把它熔炼一下锻造武器。因为瓦剌的铁制品少，冶金技术也不如大明，所以那时候瓦剌打仗打败了跑的时候，都舍不得铁锅，得把铁锅背走。所以这个时候张居正让你必须以旧换新，就是控制你占有铁的这个数量。说为啥专卖广东的铁锅呢？因为当时广东铁锅质量最差，你就想锻造兵器，别等你锻造兵器，可能铁锅都漏了，锻造兵器也不是好兵刃，也不扛使。所以你看呢，这贸易战呢，真不简单。什么能卖，什么不能卖，什么能买，什么不能买，都得结合国家的情况实施调整。但是这种贸易战对于老百姓来说呀，有时候挺惨。就古时候的贸易战呢，多是给战争做准备，就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干涉，根本没有市场经济可言，所以他根本不会管有多少老百姓呢靠这一产业链呢才能够存活，这点朝廷是不管。所以这也是贸易战的一大弊端。主动迁都与被动迁都。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一个国家首都的存亡变更，很大程度上标志着政权的更替。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平王东迁、孝文迁都、永乐迁都等等。就是时至今日，有关于中国的首都北京要不要迁都的一些议论和争议，也经常呢会在媒体里边有所发酵。所以就说对于迁都来说呢，虽然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极为敏感的一个话题，但依然是呢大家比较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迁都往往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条件多种因素共同的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迁都案例当中呢，有的因素凸显，有的因素就不那么突出。但是呢，迁都从来不是嘴上说说就算了，需要考虑的问题极其复杂。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国都的选址与建造都很重视，一旦确定了就不再轻言迁都。因此呢，无论是被迫迁都还是主动迁都，统治者常常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这也考验他们的勇气和智慧。那么古代帝王迁都出于什么原因呢？主动迁都和被动迁都具体的内涵是什么？咱们今天老梁同时就给大伙说说迁都这回事。首先呢，咱们说说由于一些不可抗的外力，比如受地理条件制约和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导致迁都的王朝。在古代呢，面对自然灾害，王朝一般来说都是束手无策的，尤其是当首都地理位置不佳，灾害频发已经威胁到统治安定时，迁都就成了一种必然选择。远古时候的商朝就是个典型。我说商朝最有名的迁都叫盘庚迁殷，殷是哪儿呢？就现在河南安阳。商朝一直饱受水患之苦，在盘庚之前呢，曾经5次迁都，但一直都没能摆脱这个问题，安定下来。当时商朝的有效统治疆域是在今天的河南，还有山东的西部，河北的南部这一带。它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遍布，虽然说土地肥沃，但因为地势低洼呢，极容易发生水灾，所以当黄河汛期到的时候呢，基本是洪水肆虐，无法居住。这样呢，平民百姓损失惨重，也使得都城呢经常处在被淹没的危险当中。除此之外呢，商朝前期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四方之民，过分强调都城必须建立在国土中间的位置。这样一来呢，你在中间反而容易遭受四面八方部落的袭击，再加上商朝所处的中原地带缺乏险要的地势作为屏障和依托，来抵御呢外敌的袭击，这也是商朝当时5次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到了第6次迁都，盘庚继位了，他把迁都当成重要的头等大事，说咱不能随便迁，要迁就得看准了。他最终选择殷作为新都。殷都呢就河南安阳，它的离黄河的这个河岸口大概有40里地，地势相对比较高，不容易被水患侵袭，而且土质肥沃，适合搞原始的水利灌溉。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地方地势险峻，是战略要地。庞庚就引水修筑了巨大的壕沟，这样既做到防守稳固，又避免了灾害性的水害发生。在当时呢，殷都可谓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过渡之地，可以说庞庚选这块地是眼光独到。除此之外呢，庞庚也非常有魄力跟手腕。想要迁都呢，统治者常常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和社会压力。虽然是迫于天灾跟地势问题，但是主动提出迁都的庞庚呢，也受到了巨大的阻力。你想要说服那些久居旧都的贵族重臣和老百姓，把国都都搬过去，绝非易事。庞庚怎么办呢？他首先召集有关臣民和部分贵族重臣，三番五次训话，以先王一命为号召，声称说是如果你们心存破坏迁都计划的想法，先王会在天堂告诉你们的先人，让他们抛弃你们。后来呢，又采用一些迷信洗脑的手段，让一些这个巫师卦师说确定迁都是天意，不可违。除此之外呢，庞庚还亲自率领臣民修建新都内的宫室和居所，亲自去挖壕沟筑城池，许诺你跟随我迁都的臣民，就是我带领你们迁徙，我就给你们建立一个永久的家园。所以庞庚在保障随迁贵族、百官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无忧之外呢，对那些破坏迁都不愿走的人，庞庚是毫不留情，这样斩尽杀绝，不留一个。所以这样的话就解决了隐藏着的政治风险。那么在复杂的政治格局当中呢，庞庚恩威并施，运用政治手腕完成了决定商朝命运的迁都之举。所以从庞庚一直到商朝被灭，到商纣王那儿，数十代商王都居住在殷都，再也没有迁过都。由此可见呢，庞庚动迁都念头虽然是迫于天灾的无奈之举被动迁都，但是他展示出来的决心和手腕都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跟勇气。所以这是我们说自然灾害。那么人类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会选择规避。同样在外敌来袭、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王朝也会选择妥协退让，避其锋芒。你看三国时候关羽水淹七军，直逼曹操都城许昌，为避锋芒，有人建议曹操迁都。明朝时候瓦剌入侵，夺走了皇帝明英宗，兵临北京城下，也有人建议迁都，但这两次呢都没有迁成。因为迁都呢会动摇国本，会引起军民惶恐，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呢，有的时候出于多方面考虑，统治者还是会选择在外敌入侵面前迁都。你比方说周王朝的平王迁都就是个例子。从周平王开始，由西周进入到东周。一提周平王呢，咱就得提他那个很坑他的老爹周幽王。周幽王有名的是保四烽火戏诸侯嘛，但其实历史上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烽火戏诸侯，就是哪有你点一把火，诸侯很快就聚集到底下的，他怎么都得走至少半天到一天以上。所以烽火戏诸侯呢，只是用来说明周幽王不理朝纲属于荒淫无道的皇帝。那么这个周幽王确实是这样，他当时废掉了太子周平王和他的母亲。后来周平王的外公不乐意了，联络少数民族犬戎来攻打幽王。结果这个时候周幽王就这么被干掉了，周平王顺利继承了王位，继承西周大统。但是继位后呢，他决定把首都就迁到了现在的洛邑。原来的首都呢在这镐京，就是今天陕西西安一带。洛邑哪儿呢，就到了洛阳一带。那么从周武王呢夺取这个商朝政权，一直到周幽王身死国灭280多年来呢，西周王朝一直是以镐京为首都。那周平王为什么要废弃营建280多年的镐京，把首都迁到了800多里外的洛邑呢？这其实跟讨伐周幽王的同盟犬戎有关。当初为了顺利继位呢，周平王请了饿狼一般的盟友犬戎相助。犬戎部队攻入镐京以后，大肆烧杀掳掠，搞得镐京一片狼藉，几乎成了废墟。按照计划呢，这些犬戎人杀死周幽王，再抢了一把之后就该撤退了。但是咱们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犬戎经过这次事件呢，熟悉了镐京附近的环境，而且也对镐京财富上了瘾，隔三差五就会有小规模部队进入镐京寻找发财机会，四处抢掠生事，滋扰百姓。那么刚刚坐稳王位的周平王心想，我惹不起你，我总躲得起吧。他心一横，决定撤。于是迁都呢被周平王提上议程。
一开始肯定受到当时贵族和重臣的反对，然而平王自己根本没有信心留在镐京和外敌抗衡，再加上都城也被犬戎毁得差不多了，于是呢，他率领周王室人员很快就跑到了新的都城洛邑。但这次迁都就是周王室噩梦的开始，因为平王迁都并没有迁走镐京的百姓，致使无辜百姓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再一个，周平王在洛邑建都的时候呢，必须得依靠诸侯的力量，这样让诸侯得到太多权力，从此周朝就开始落入诸侯的掌控中。就西周变东周之后，周王朝开始衰落，然后各个诸侯国轮流的称霸，这才开始了春秋战国时代。可以说周平王这一次无奈之下的迁都举动，被动迁都，没有给自己赢得一番新天地，反而导致周王朝走向覆灭。这就我们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你真面临着外敌入侵呢，你单纯的躲，越躲越容易出事。即使外敌不会给你带来麻烦，你自己这通折腾奔走逃亡，也会使一个王朝很迅速的走向衰落。咱们前面给大伙分析了受生存环境战争环境的影响，不得不迁都的两种情况，这为被动迁都。那接下来咱们说说主动迁都。历史上众多帝王经常选择主动迁都的方式。主动迁都呢，往往是想要进行改革，而旧都城的氛围呢，保守沉闷，不利于吐故纳新。在这方面呢，做的比较典型的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立国之后呢，不断征战，虽然实现了北方的局部统一，但是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膜。咱们以前节目里说过，汉人是不服鲜卑人统治的，而鲜卑人当时没有实现汉化，所以这个时候从政治上来说，孝文帝为了摆脱北魏首都平城地区鲜卑贵族盘根错节的势力网，他们对改革形成了很大阻力。为了削弱这些人对政治影响力，来实现鲜卑族的全面汉化，尽快摆脱呢以已故的冯太后为代表的那个鲜卑贵族的影响。虽然冯太后死了，但是他的势力非常大，所以这时候孝文帝想到了迁都。从文化上讲呢，孝文帝知道民族之间存在着非常巨大的文化冲突，他想让自己的统治稳固下来，达到长治久安目的，必须要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吐故纳新。所以对落后的鲜卑民族的旧俗要进行彻底改革。但是改革十分不容易，当时在北魏的首都平城，就现在山西大同，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是很大的，不仅在政治上扯孝文帝后腿，对孝文帝的汉化政策更是非常抗拒，执意坚持鲜卑的旧礼俗。孝文帝知道这要是在平城推进这个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经过苦思冥想，他想了个办法，就是迁都。当时北魏这个首都平城，就今天的大同，那个时候相对落后，洛阳呢才是汉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所以洛阳就成了孝文帝迁都的首选之地。但是孝文帝知道，如果贸然提出迁都洛阳，肯定会遭到所有保守势力反对，他就想了一个很狡猾的主意。有一天呢，孝文帝在上朝的时候提出要攻打南方，这不南北朝吗？他们是北朝，攻打南朝派大量的军队南伐，要统一中国。很多大臣当然就反对，说咱现在没那么大的实力。孝文帝看到这个情况，就故意装出一副活不吝的样这国家是我的国家，我要实现统一，你们要阻止我用兵，阻止我建立铅球工业吗？孝文帝就把自己弄得油盐不进，谁劝也不听，执意要出兵。其实他就是想借着攻打南方的由头，把官员和百姓迁都到洛阳。所以孝文帝算准了日子，亲自带领着部队，几乎倾国的力量，30多万人，从现在大同出发，一直往南边走。当大军到达洛阳的时候呢，他算好了日子，这个时候正好赶上当地的雨季，每天大雨下个不停，道路很泥泞，这个军队往前走非常困难。可是孝文帝呢，没让部队停下来，给我接着走，让部队继续前进。这让所有人都受不了了，太遭罪了，就很多大臣出来劝说阻止。孝文帝对这些大臣说我们这么多人南下出征，你说半道就停了，这不让人笑话吗？你们是让我不仁不义吗？那咱们这次行动总要有一些收获吧，如果咱们要停在这儿，那这么的吧，不如干脆把都城迁到洛阳吧，你们有什么意见？有意见不同意也好，那咱就接着往南打，冒雨前进。这些王公大臣当然都不愿意迁都洛阳，但是他们害怕继续南伐。
这个南迁跟南伐比起来呀，他们更加不愿意南伐，认为南伐风险更大，所以大臣也不敢再说啥了。不同意迁都就得接着往前打呀，怎么办呢？只能高呼万岁。所以孝文帝一手导演的迁都大计一举搞定了。那么在历史上啊，像孝文帝这样为了进行改革，摆脱旧势力在国都中影响而迁都的统治者呀，还很多。你比方当初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他迁都咸阳，很大程度也是这个原因。而孝文帝作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这一次迁都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改革，还因为积极学习融入汉文化，带来一次真正的民族融合。所以我们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其中孝文帝的贡献是最大的。当然他是为了摆脱旧贵族的这种牵制，这个政治智慧啊，后来有很多人都从中汲取了养料。你包括国外哈萨克斯坦把这个首都从阿拉木图迁走，其实也是为了解决改革当中旧势力的阻挠问题。所以这个主动迁都啊，很需要政治智慧。那么孝文帝迁都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完成政治和文化上的改革，但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也是很多统治者决定主动迁都的重要原因，那就是经济问题。北魏的旧都城啊，这平城就大同，土地贫瘠，虽然农业上有所发展，但粮食产量远远不够军队，也不能够满足都城人口的需求。再加上大同一带呢，没有水陆漕运之便，从外面运粮食非常困难。要解决粮食问题，就需要迁到农业发达、运输方便的地方。那么从经济上看呢，洛阳最为繁华，尤其是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更使得洛阳在这个基础上更加繁华，经济遥遥领先。而且不管是陆路还是水运，都十分便捷。这应该也是孝文帝迁都的一大原因。那么从古至今，迁都洛阳的政权很多。你比方说武则天在登上皇位之后，就把政权从长安迁到洛阳。虽然长安是唐朝名义上的政治首都，但实际情况确实有所出入。就是在长安是100%是都城的时候，洛阳的影响力依然很巨大。因为当时长安城的人口呢达到了80万到100万，这么高的人口数量，那么粮食供给的压力非常大。而长安的粮食主要依靠关中平原，关中虽然是很富庶，但毕竟狭小，容量有限，一旦人口膨胀，超出它承载能力，就可能遇到粮食饥荒，尤其是出现灾年的时候。那么为了满足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呢，朝廷不得不从产量比较多的洛阳调粮。即便如此呢，也经常会出现粮食短缺现象。《旧唐书》里边记载呢，景禄3年，关中饥，斗米100钱。就是那一年呢，因为缺粮，导致饥荒横行，米价大涨。那么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呢，唐朝的皇帝经常带着长安的大批臣民前往洛阳，以至于唐中宗李显呢戏称自己为逐粮天子。唐朝开国100余年时间里呢，皇帝待在洛阳的时间竟然有50多年。久而久之，有一些皇帝干脆不回长安了，直接在洛阳办公。武则天的老公唐高宗李治就如此。那么武则天呢，待在洛阳时间呢，更是长达40余年。武士呢，既然在洛阳扎下了根，也明白洛阳在农业生产和经济方面优势，他继位之后改朝换代变成大周，自然也要以洛阳为都。于是武则天时期呢，在政治形势上和经济形势上就做了迁都洛阳的选择。他绝对不是单纯出于自己方便荒淫享乐。武则天迁都呢，既应了政治上改朝换代的需要，又顺应了经济重心转移的趋势。那么古代交通条件下呢，大规模长距离的物资运输它得是以水运最为便宜方便。那么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发挥了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呢，运河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京师各种物资需求，保障经济安全，使中央政府无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呢，有运河漕运的坚强保障，国都的确定和变迁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经济条件限制。由此可见，武则天迁都洛阳，它是具有长远眼光和积极意义的。最后呢，我跟大伙说说，统治者还会出于一种原因选择迁都，那就出于国防上的考虑。因为在封建社会呢，国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心不可能长期脱离，所以国都一定会随着政治和军事中心的转移而进行迁移。你看明朝初年，朱元璋本来把首都定在南京，但是呢，当他的4儿子朱棣取代了建文帝成为皇帝之后，他正式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朱棣迁都北京原因很多，
啊。有人说那朱棣原来被封为燕王，本来他的老巢就在北京，其实没那么简单。他这个迁都北京啊，首先可以摆脱南京反对派旧臣的牵制，因为他是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得政权的。那些南京旧臣呢，对他不是怎么服气，所以他迁都北京呢，首先在政治上摆脱这些人，再一个北京从地势上呢更加易守难攻。那么有一条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出于国防的因素，他要把政治和军事中心转移到北方。首先朱棣呢主要的驻地他就是北京，他在北京发展了很长时间，对整个北方他了如指掌，而且他的军队势力都在北方，所以迁都北京之后呢，能让他更安心坐在抢来的王位上。当时明朝除了复杂的内部矛盾以外呢，边疆安宁、国家统一是主要矛盾，这也是朱棣一生追求的事业。当时大明的北方遭到鞑靼和瓦剌的要挟和骚扰，北京呢是连接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你在这里囤积重兵把守，如果首都在南京，远离北方边境，那么朱棣为了北方边疆的军事防卫，就需要把军权交给其他人。众所周知，朱棣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的，要他把军权再交给别人，那肯定不干呢。他把首都迁到北京，就可以自己直接掌握重兵，达到天子守国门的效果。这样迁都北京呢，不仅能体现天子戍边的政策，更能让人心聚集，百姓更支持他。因为毕竟朱棣是靠夺权篡位当上皇帝的，他借此呢可以树立一个高大上的形象，既稳定人心又平静北方，可以说一举两得。所以从迁都这个事儿上呢，我们能看出朱棣呢是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迁都北京啊，虽然是为了戍边，但是他在北京发展多年，了解北方游牧民族习惯，所以他也想呢，有朝一日呢突破长城，向北打，再把大明的天下呀拓展的更大。所以朱棣定都北京，不仅是出于安定疆土的需要，也是想为日后抵抗外族、扩大疆土打下基础。所以以武治边，天子戍边，这可以说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正是有把国都呢置于边患之上，朱棣才凝聚力量，赢得民心，坐稳皇位，开创了永乐盛世。所以从朱棣之后呢，你看这个历代的皇帝都定都于北京，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所以咱们今天说了中国古代首都迁移的几种原因，其实迁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里面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条件多方面考量。我们前面提到这些迁都的案例呢，他们绝不仅仅是因为上面说到的某个原因，只不过综合考虑起来呢，某个原因占的比重比较大而已。所以迁都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通过迁都更加能体现出统治者的政治智慧和他的通盘考量。